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知道你渴望被他爱的心情，或者是思念吗？他知道我渴望被他爱的心情、思念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让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地方，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洋洋为大家抽第一张的验证牌。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五。那如果说当我们抽到宝剑五的话，就意味着说，很有可能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格上面的话，稍微会比较冲动，或者是说会容易跟他人起冲突。那还有就是，或许这个人，他在面对很多事情上的想法，或者是思考上的话，总是会让你感觉到比较负面，或者是会容易对他人的情绪、字词会有一种比较敏锐，或者说会容易感觉到特别的敏感。也就是说，在关系在你们俩之间相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当他情绪来的时候，或者说当他可能比较负面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其实这个人当下真的非常的难以沟通，甚至你会不知道你该如何去跟这个人相处，你会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互动会比较好，因为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他的心会有点封闭，甚至会觉得他这人讲话上面会比较锐利，或者是说他的情绪上面会容易变得特别的易怒，或者说特别的暴躁。然后再就是当他真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也很容易会跟任何人产生冲突，或者说会不惜一切的代价可能去伤害他人。那当然这个伤害不一定是只说是身体的部分，比较多会是一种言语上的伤害，或者说会有一种像是情绪上的暴力，或者是说会比较有一点在情绪之中会有那种互相的牵引跟绑架，所以会觉得跟这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不时之间你会比较担心会踩到他的地雷，或者说你会有点担心，两之间当观念是没有相符合的时候，你会比较担心是你不知道到底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是对的，他的是错的，你会不晓得说你到底应该要坚持自己去说服他，还是说你必须要顺从着他，然后之后再跟他解释，还是就继续依照他的意思就将错就错。所以很明显，就是对于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难免会稍微有一点不好相处，或者说会稍微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人互动。也并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只是他比较容易会跟别人在不同想法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冲突的感觉，或者说会产生很多不愉快的氛围，就是他比较容易没有办法展现出一种愿意去听取他人建议、听取他人想法的这个的雅量会比较少跟难。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章。好，那第2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愚者。那愚者如果说当我们搭配宝剑五的，就意味着
这个人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其实都很 OK。你跟他讲任何的事情，只要是不会去为难到他，或者说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甚至可能他刚好最近心情也有也要去执行这个相关的事情，或者说做那件事情的话，那么这些的一切都很好谈，甚至他的配合度也是相当非常的高。但是如果真的有跟他的牵扯利益上关系，或者是说真的有踩到他的地雷的话，那么就会不自觉的倍感压力。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跟正相处是真的蛮看他心情的。然后就是当他可能正心情好的时候，他整个所给别人的感觉会跟他心情不好有那种截然不同。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好，什么都 OK，他觉得再困难的事情他也愿意去妥协，或者说他再不想去做的、不想去面对的，你要他去配合也都没有问题。就是他对于任何生活中的大小事的话，他会愿意去尝试，然后他也会愿意去改变他自己的方式跟方法。可是真的当他脾气来，或者说当他情绪来的时候，他愿意去尝试，那个心态就会降低，他愿意去听取你的建议的，这样子的想法的话，他会比较局限。所以跟正相处的话，真的有的时候是蛮需要看他的心情，还要看他当下的这个状况。那难免会认为，如果跟他不熟的话，其实会觉得这个人蛮好相处，蛮好谈，是蛮健谈，然后什么都能够聊。那当跟这人越深入了解，或者说当他可能你是对他来讲是比较熟悉，或者是说是会让他感觉跟你相处是能够比较放松的话，那么他就真的很容易会在你这个人身上会甩脾气，或者说会比较会希望可以按照他的方式走。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格真的是蛮固执的。这固执的是在特别针对于说，嗯，观点，他的观点很难改变。那但有时候他会以大局为重，或者是说当他当下心情好的时候，他可以暂时配合你，但等到时间过了，事情过了，他又会依照他原本的方式去执行，或者说依照他原本所熟悉的方式、所习惯的方式去做。所以难免有时候跟这人相处的话，是真的需要有心思，或者说真的蛮需要有技巧去跟正相处，就是没有办法无脑。这个人他看起来蛮讨厌愚笨的人，他喜欢跟他一样随性的，他有没有随性是看个人。那以他自己会觉得他自己是蛮随性的，但是他再怎么随性，他也不笨。那他看起来很天真烂漫，他其实也不笨。那只是他会觉得希望大家好来好去相处就好，只要没踩到双方的地雷，什么都 OK。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那下一张的话，我们又抽到了宝剑2。哇，你们都抽到宝剑呢，就是这边的牌的话，大部分来说你们都抽到风元素。好，那宝剑2的话，本身就代表说，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在真的要判断事情的时候，他是蛮理智的，或者说当他真的要去做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其实他会习惯让他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再去想各件事情的利弊，就是他会先稳住他自己的心思跟心绪。他这个人，你要他在情绪激动，然后不稳定，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思绪上面比较浮动的时候，通常他就不会太下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大部分来说，他会比较渴望于是自己的心情是在一个最平淡的状况，或者说自己的心情上比较不会受到外界的因素，每个人的七嘴八舌影响。就是说他会比较介意的是，他希望他自己做的每个决定，他是能够觉得自己是做对的。他不一定会为他的决定做负责，但他会希望能够他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然后是也能够跟别人相处互动上面不会有太多尴尬的局面。那当然，当他心情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心情差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很难控制得到他自己，所以他才会尽可能的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心情愉悦的地方。所以如果说当你跟他越熟的人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人当他遇到事情跟碰到状况的时候，很常会容易自怨自哀，然后会怪别人，比较少会怪自己。那如果说怪自己的话，大部分来讲都会觉得可能是自己是不是做的哪边没有符合到他人的期待，或者是说是没有能够去帮助到别人有面子，所以才让自己可能真的那么的差。所以他会觉得，当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说当他可能感觉到心情很差的时候，他就是真的会容易会比较不会把事情怪罪到自己身上，会反而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的观念、想法或者是方法是错的，或者是说沟通上面是真的出现问题，就是他比较不会意识到，其实或许是他自己比较不肯退让，自己是比较固执，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最清醒的那一个，自己是众人独罪唯我皆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会有点高傲啦，但是他唯一的好处就是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 OK，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很好讲话，都很好相处。好，那这句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讯息。那如果说符合或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么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的你们，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知道你们渴望被他爱的思念还有心痛吗？首先我们来看到在第一个部分，好，也来为大家抽心情牌。第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像天使一般的一个人总是被围绕着。好，那这句话对于有人看到这一张牌的话，可能会比较界定于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他自己有没有可能可以得到爱情，或者是说有没有那个缘分，可以让他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的这个部分的话，本身他自己是不太敢去相信，甚至呢，他会认为，自己是需要花时间去验证自己的心情，或者说去确定对方的心意，又或者是确定这段感情对于说自己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或者是说是可以给自己带来是不是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保证，或者是说是能够为自己带来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承诺，或者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很安心放心的。但是对于他来说，还是蛮感谢有你的这一份感情，有你愿意对他好。好了，现在抽到第一张的塔罗牌。塔罗牌这边我抽到的是圣杯九。好，那圣杯九的意味说，其实这个人他一定对于自己是有相当程度上的自信心，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明确的知道他想要什么，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是他所想要的，也就意味说他自己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在对于你的心情来说，他想到你，他会先以他自己的心情为主，先以他自己的感受为主，或者是以他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个方式为主。所以在过往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过程，或者说你们一直来相处过程里面，虽然有的时候你应该会感受得到对方虽然好像很在乎你，或者说其实对方好像会为了你想要做点什么，或者是说希望可以讨你开心，会在乎你的心情，但是这个前提之下是他也要必须觉得自己是好心情的，或者是说他也是被你给尊重的，或者是他目前的生活中的状况也没有太多的困难跟阻碍，或者说也没有让他烦心的事情，那么他才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跟心情在你的这个人身上。要不然以大部分来说，这个人他会比较是着重在说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之中，或者是他会先以他自己的心情为主，所以当他心情不好，或者说当他觉得自己的感受不佳的时候，他就真的比较不会去顾虑到你，或者是说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会蛮冷漠的，你会觉得
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因为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样，他还是会选择以他自己为主，或者是说他会选择以自己的心情，以自己的事情，还有以自己的感受，以自己的生活中的步调才是为他最主要。所以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你有的时候应该找不到这个人，或者是说你想要问他事情，想要跟他聊天，他所给予你的回应应该都是蛮冷漠的，或者是会觉得这个人他与其说顾虑你的心情，他更加会是以顾虑他个人的目前面对于你的他的状态，他会不会感觉到有压力，或者是说他会不会要看你的脸色，然后来回复你。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第一张的辅助牌。这边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好，那看似乎其实当真的这个人他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特别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你们就真的很难可以得到这个人的照顾，得到这个人的好感，得到这个人的关怀，得到这个人的关注。也就是说，当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通常会以比较理智的方式去跟你们聊天，看待于你们。所以，当你们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的安慰的时候，首先你会得到，他好像在对你教导你呀，或者是说，好像很多的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希望给你一些的观念，或者是会为你去分析事情，但是对于你来说，你想要的只是他的安慰，你想要他的只是他的呵护，你想要的只是他能够愿意为了你们做点什么，或者说愿意呢，对你们有一点的温暖、照顾之类的。所以其实，在你的身上，在他的身上，应该说在他的身上，你会经常感觉到有一种很冷漠的感觉，或者是说得不到任何一丝丝他的关怀，所以你常常会感受到，其实自己是真的蛮孤单的，或者是说会感觉到，自己是很痛苦的。那当然，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而言，本身你看待于这段缘分的话，你还是会尽可能的以耐心的方式，然后站在他角度的方式去为他思考，要不然这段关系本身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可以选择，或者说你真的是理智的状况之下的话，那就要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你会选择其他人啊。但是因为现在你已经把感情放在上面了，所以你会没有办法去抽离。所以你要说对方他到底能不能感受到你希望那种的心痛，那种思念，被他爱的思念的话，看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他就真的比较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边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十。好，那看其实似乎想要在座的你们一定真的认识了非常久，或者是说一定经历过了不少的事情。好，那这边的话，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啊，双方之间，双方之间的话，确实会有一些的事情会需要去面对，或者是说会需要去考量。那对于他来说，其实当他要面对你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事情，他需要去跨越他心里面的状况。对，那其实两个人之间确实会有一些的问题，会需要去承担。那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对他来说，或许当恋人这件事情是他不是首要考量的，或者是说不是他首要去觉得最好的地方，因为洋洋会认为，其实有可能是你们本身的条件，或者是说你们这个人就是没有符合到他所想要的，所以其实有时候他面对于你们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的压力，或者是说他心里面会有一些的困难、困惑，觉得是他也
不好解决的事情。那你们俩之间的状况的话，其实他心里面也是非常清楚，你们很希望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你们所想要的，或者是说得到你们真正所希望的一切。其实他也都明白，但是他没有办法很诚实的跟你们讲，或者是说他也会很担心，如果跟你们很诚实的说的话，你们心里面是不是能够接受，或者说你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你们心里所想要。其实他觉得他没办法给予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一切。那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本身对他来说是他很他会很在意，但是也没有到非你很重要。他会很在意你们这个人任何的情绪上的表现。那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有一些的争执，或者是说不喜欢有任何的不愉快，所以他希望两人之间的相处上面其实是可以接受、可以快乐的，然后两间相处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的。那你们两人之间的事情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去面对，或者说是需要去解决的。那只是就看你说你愿不愿意去成为退让的那一个，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他不太愿意退让，所以以牌面中的讯息的话，或许也可以更加的认定为说，对方他或许能够感受得到，能够臆测得到，猜测得到你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所渴望所想要拥有的，但是因为他给不起，他没办法给你们，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在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难免会显得出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去进步的状况。对，因为这个人他其实也不会是属于那一种去顺其自然的方式。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好，点阳来为大家抽第二个。好，第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好，那看起来其实这一张的话，雅阳会比较界定为说是你是可能照顾他的那个角色，或者是说你会是那一个愿意去为了他好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对他来说，其实他心里面算是还蛮感谢你们，然后会希望能够照顾得了他，会希望能够为了他好，会希望能够想要去帮助他。那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里面的话，因为他会觉得有愧于你，甚至他心里面也是蛮感谢你们，会想要去维系好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那如果说要当两人角色互换的话，也可以是说其实他有时候对你好的话，是因为把你当成很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会觉得你是你是一个他想要去跟你维系好这段关系的人。因为其实这边也不能代表说两之间是不是真的很有爱，或者说两之间是不是真的有一段情感，因为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互相照顾，或者是说互相关怀跟体贴的一个状况。好，来看一下下一张。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国王。哇，我们都抽到国王耶。好，那这边权杖国王呢，就代表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其实他蛮希望是由他自己来去主动去付出，去扛起这个责任，或者是说由他
来去掌控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他本身在对于说你们俩这段关系的话，他比较不希望是你来一直去照顾他，所以表示这个人其实难免会有一种大男人主义，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种不想要被别人给过度干涉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当你们对他一直好，如果你们本身能力就比他还要强，然后你们又一直为他好的话，对他好，其实他会觉得自己蛮像废物的。那当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会更加的觉得其实自己是不太适合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洋洋会认为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会希望是由自己来去照顾好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或者是说他是成为最主动的那一个。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分两种解释。如果第一个是对方的能力比你还要差的话，就会觉得其实自己是无用武之地，或者是说其实自己是真的还蛮烂还蛮弱，然后是有点被看不起的。他自己其实是一种自己的心态的问题，所以跟你们本身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他自己有点跨不过去他心里面中的那一关而已。好，那如果说他的能力确实比你们强，或者说其实跟你们差不多平分秋色的话，那就意味着说其实他会认为或许其实你就是没有符合到他所想要的那个人的条件而已。所以在你们之间关系会比较难以推动的话，其实就是说时机上面真的遇到不对的人。确实刚开始相处，刚开始跟你们认识的时候，你们是有符合到他所认为是好的，或者说符合到是对你们有好感的，是在意的。但是当越相处之后，反而会越发现两之间的差异性其实还蛮大，或者说两之间其实会有一些还蛮不适合的地方。所以也可以算是说在错的时间吗？对，也可以算是说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对于你来说，但是对他来说，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所以其实这个人他蛮有一些自己的认知跟想，就是他蛮固执的啦。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七。好，那圣杯七在这边意味着说，其实在对说你们俩之间关系的发展跟走向，他本来就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不一样的认为，觉得是最好的地方，或者是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与其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当恋人，没办法当那种要在一起的情侣关系，或者说结婚这种之类的话，他也希望可以跟你当朋友。至少这个人他不太愿意跟你分开，或者说他不太愿意跟你没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他心里面还是蛮希望跟渴望是能够跟你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互动，或者说也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来往，还是会蛮希望可以跟你继续保持着联络，可以跟你继续保持着联系。如果说两人之间是真的断联的话，或者说两人之间是真的没有任何的交流的话，其实他心里面会觉得蛮难受的。或许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本来就很喜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他本来就很喜欢去照顾他人，或者说他本来就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他非常的要好。因为当他这种人的话，基本上可能本来就很难去信任一个人，那你们俩之间会因为在这一段期间好不容易是建立了相当一段程度的情谊，但是这样子断联的话，或者是这样子分开，他觉得是蛮可惜的。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会尽可能导向于说，让你能够去接受跟他当朋友的这件事，或者是说让你能够愿意去妥协，两之间可以保持在一个相当一定程度上的联系。洋洋看起来其实或许目前对方会比较有点知道你的个人的思念，但是他好像看不太出来你的心痛的感觉。我来继续往下看。好，这边我抽到的是恶魔。好，那恶魔牌呢，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确实觉得跟你真是还蛮有缘分的，
或者是说跟你们俩之间确实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虽然大部分的恶魔牌会把性欲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在这边的话，好，那确实也是有这种类似像欲望的意思，但这欲望的意思的话，会有点更像于说是来自于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个部分。如果说这个人他本身比较不是那么肉欲的人的话，那他就会蛮希望跟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有那种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就是心里面的感受跟感觉还有想法的话，他比较希望是坦诚相待，是没有任何的谎言，也没有任何的隐瞒，是可以希望两人之间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亲密上的互动。但这亲密上互动只是让两人之间的距离更加靠近了，并没有到说一定要做什么样的色的事情。好，那如果说这个人可能真的很肉欲的话，那就一定除了前面刚刚讲的那个之外，对方蛮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些更多肢体上肉欲上面的互动跟行为。那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讲说，很有可能你们这个人本身就符合到所谓的身体上啊那种肉欲上的条件，可是洋洋会更加把它解读成为是这一种的吸引力是莫名的存在的，就算是两件是同性好了，他也对你好像很有那种性的吸引力，对，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自己本身也会认为有一种没办法说出来的感觉，没有办法去判定的，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么有缘分的，所以反而像这种情况，洋洋会比较建议说，这组的你们真的很适合去了解一下两人之间的前世今生到底是多有缘分，为什么会让你们两个人他对于你是这么的有好感，但是他又好像没办法接受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出现的牌卡之中的话，看起来其实这个人本身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跟你在一起，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打算跟你有进一步的交往跟进一步的相处，可是对方又很希望可以把你锁在他身边，所以就不晓得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目前是不是有一些真的没办法抗拒的因素，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外在的原因导致于让这段关系没办法再更进一步。但是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希望你们不要给予这段关系有一些过度的想象，或者是说不要对于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些太过于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本身当对方他所想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努力很积极的去争取。因为我们这边有抽到的是权杖国王嘛，当他需要他真的很希望这段感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且他会成为最主动的那一个，不管他有多辛苦多困难，他不一定会让你知道，但是他一定会让你看到他的努力跟付出。但是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他到底有没有知道渴望被你渴望被他爱的思念还有心痛，那就很明显其实对方他有点刻意的想要跟你们这段关系保持这个适当的距离。对于说要再更进一步的相处跟发展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下看，因为其实以目前的台面中看起来的话，他心里面还是有一道的门槛，对，就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接受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再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我们来抽到的第3张，这样看起来是真的还蛮失落的，或者是说其实看起来他真的有一些的话是把它放在心里面，完全没有让你们知道，没有去让你们了解到他心里面真正的痛苦。对，所以其实也蛮明显的确定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的话，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考量，然后也不太敢让你们知道原因，或许是因为他或许啦是真的还蛮害怕失去你们这个人。这一组的话，不知道怎么感觉同性的人会同性啊、地下恋情啊、第三者的几率比较高。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表示这一组单恋，对，也蛮高的。好，反正这个今天的主题也本来就比较多是在单恋的部分。其实洋洋会认为说，对方他是真的觉得跟你们俩之间是真的很有缘分，
但是他又还是比较希望说是以他自己为主，所以有可能他目前生活状况可能真的还蛮有压力，是让他觉得心里面要所承受跟承担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好，然后这边抽到的是钱币皇后。那钱币皇后的话，这边大概会分几种意思啊，没有到2种。第一种是可能他身边确实有人，那他可能必须要去为了那个人而负责。第二个就是可能他现在生活周遭有他必须要去承担、去负责的责任，所以呢他必须要去承担那个责任，就没有办法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但是你们又很希望他可以为了你们好，或者是说可以你们又希望他可以为你们多做点什么，但是他本身就觉得蛮困难，所以他对于说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觉得很痛苦。然后第三个就是他自己会想为他自己的人生而负责任，所以他可能现在呢很积极的、很专注于说在自己的工作的领域上，或者说他的金钱上，或者是他的家庭里面，就是说他的原生家庭之中。所以目前以他来说的话，因为他的心思是真的比较着重在于说个人的情形，那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所以当他想起你们的时候，可能会知道说，你们真的蛮希望可以得到他的爱，或者说他也明确的知道你们其实是蛮在乎他、蛮在意他，但是他又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回馈你们，或者说没办法去回应你们之间的你的期待、你的期望、你的这个感情，所以本身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是一件让他觉得蛮有挑战性的，或者是说让他觉得是蛮痛苦不堪，比较没有办法知道说自己应该要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于说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有人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本身的压力可能会有一点大，或者是说他会觉得心里面是比较难受的，因为他也不晓得自己到底要怎么去面对于你们的期待，因为他又很在乎你们。因为其实看起来你们俩之间已经认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们所付出的任何的点点滴滴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养分，也是他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没有办法去舍弃掉的一段的关系。好，很有缘分的呢，我们就再抽到国王牌。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圣杯国王。那圣杯国王就意味说，其实对方他确实啦，他面对于你们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那种情感一定有包含着是一种同理心、同情心、关爱跟关怀。关于爱情的这个部分的话，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所抽到的权杖国王一样，就是他如果说真的很在乎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他真的非你不可的话，他一定会是成为那个最主动的。但是因为当我们如果说搭配了这边的钱币皇后的话，就意味说其实除非他真的完全准备好了，他才会可能去真的考虑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也除非你真的是有完全符合到他所想要的，那么他才会有考量是不是要跟你再更进一步的发展。要不然其实以基本上来说的话，目前这个人他面对你们比较多是呈现出一种你们是值得交流，你们是值得有互动，或者是你说你们是值得让他再去更加的，他只想先跟你们保持在一个适当的交流的情况就好，不太想要再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当他如果说确定的话，他一定会努力的去承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目前看起来对方他还是知道你们想要被他爱的这个思念，但是这个心痛的感觉他其实本身是比较没办法去意会啦，他的专注力也不在于说你们可能有多心痛这件事情。好，我们抽到下一张钱币十。好，那钱币十呢，在这边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一直以来的羁绊的话是非常的深的，那他心里面其实也是非常的明确感受到，所以当这段关系如果说有一天是真的结束，或者说也必须要离开的话，他心里面是舍不得，那他心里面其实也是不太希望这段关系就这样子那么轻易的就这样子结束掉，或者是说就这样子那么轻易的没有任何的
有进一步的。他对于说你们俩之间关系，他真的还是比较倾向于说想跟你当朋友，或者说当那种最要好的，就那种最要好的知己、闺蜜、好哥们、妈吉。对，他虽然也知道说可能跟你们在一起，他一定会非常的幸福，他也一定会受到在生活中很一定程度上的保障，或者是说能够得到关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所觉得一定能够获得幸福的那个关键的钥匙。可是他面对于你们的感觉跟感受，目前就是比较没有特别的情感，比较没有特别的爱恋的感觉。那洋洋会比较界定于说，如果你们俩之间现在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代表着现在他的专注力真的是在他的人生的目标上，他比较难放在情感。如果说你们是问单恋中的人，你们没有在一起的话，就表示其对方对于你的感觉真的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如果说你们是问那种暧昧中高度暧昧，对方也知道你喜欢他，可他都只没答应你的话，就表示第一个你们就是没有符合到他觉得能够在一起长久的那个条件。然后第二就是他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对。然后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地下恋情那种不能被别人发现，表示说会有一些世俗上的考量，或者说他觉得还是要为他的原配正宫负责任，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把他的承诺或者说他的时间完全交付在你们这个人身上。那如果说你们是问断联中的人的话，那其实现在对方他知道你们应该蛮思念他，但是他本身面对于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能够做的就是维持现状。虽然他也很想要去跟你们恢复联络，或者说很想要去接近你们，很想要得到关于你们任何的消息，可是又会因为他考量到他没办法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东西，那本身这样子的话，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蛮有负担的，或者是说是蛮沉重的事情。所以明显看起来是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是有很多的困难，或者有很大的障碍，是等着你们要去面对，或者是说必须要去处理，也是他必须要去。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们在一起，要跟你们能够给你们承诺的话，是他必须要战胜克服他心里面的观念，或者说他心里面的那个心魔。要不然其实大部分来说，这个人其实会比较不容易去接受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所以我们回到原本主题，就是对他来讲的话，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深切的感受到你们的心痛。好，那么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让来为大家抽第一张。好，那第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6。好，那权杖6的话，真意味着说，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其实他蛮喜欢被别人捧着的感觉，或者说他蛮享受别人把目光注视在他这个人身上。那他自己本身当然不会为了要拥有这些的一切去展现自己有多厉害，或者是多好，只是单纯他个人是蛮喜欢享受这样的一个氛围，因为他觉得其实很多注意力都是在他身上，那么他就会觉得这个场子他是能够掌控的很好的，或者是说他是能够去更加的放开跟大家相处。然后这个人他比较不好的地方是，当他真的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会以大局为重，然后就把自己心里面的委屈给隐藏起来，就是只有到非常熟的人他才会说出来，就是他不太会
大家在重大决定的时候的那个当下说出来。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蛮体贴的，或者是说他蛮知道应该以什么为最主要，就是不会把他自己个人的想法或者说个人的私欲放在最前面，他会先以大家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其实这个人他蛮需要有人去呵护他，去照顾他，或者是说去倾听他内心里面很脆弱的那个声音，或者说很渴望被他人给注意到，很渴望被他人留意到的那样的一个心情的心境的那个状况。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在对待于自己生活中的事情的话，他就是蛮常会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会通常是选择去成就他人，或者是说会希望别人能够过得非常的好，或者说希望别人在对方他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因为有他的帮助，他的退让，或者说他的协助，而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开心跟快乐。所以就会觉得其实这个人有的时候他会选择是以牺牲小我跟完成大我的这样的心态去看待于自己生活周遭的人事物。那当然在随着时间久之后，其实他心里面的感受是蛮郁闷的，或者是说他会不自觉给予自己太大的压力，就真的很需要有人能够去排解他内心里面那一段让他很难可以放下的这一种的心情。对，其实也不能说他不好，而是说他这个人很容易会去忽略掉他自己内心里面真正需求。他以为大家快乐，他也会快乐，但殊不知其实当大家快乐而去忽略掉他的时候，其实他内心里面也是蛮挣扎，也是蛮痛苦，也是会觉得很希望有人可以注意得到他心中的需求跟感受。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魔术师。好，那当我们抽到魔术师，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人他都有去观察每一个人，观察每一段关系，观察生活中的各种的小细节。那他选择去以观察的方式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他自己本身的生活里面，他会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多元性，或者是说可以有更多让他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单调，或者是说，其实他这个人蛮喜欢学习的，或者说他其实这个人蛮向往，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好，洋洋发现其实自己的声音真的有点不太行。好，那洋洋再重新讲一次，那就是在关于魔术师的部分的话，其实他蛮希望是能够去把自己的状态可以把它调整到最好，然后他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中是日新月异，然后科技是不断在进步，那他觉得他自己其实也不能一直在原地踏步，会希望可以让他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让他自己是能够去多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那他也是因为在他自己本身对待于自己的生活周遭的事情的话，他的性格本来也是很喜欢可以有互动性，或者说可以有更多的多变性。所以其实这个人他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的话，他其实会蛮喜欢挑战，或者是说尝试新鲜的事物，或者说可以给原本死气沉沉的一个的过程，或者是说一个环境，会因为有它的存在，它的出现，可以有更多的活络的感觉。那当然这个人呢，他在对于应对他人的方式的话，也是有相当一定自己的技巧，或者说会有一定自己的手腕，是知道该如何跟别人互动跟相处，或者说该如何去好好的把握跟经营
这个当下的氛围，或者是说让大家是能够比较开心的。所以呢，这个人他在对于说自己的生活的话，会让你觉得比较困扰的是，你永远比较难以去猜到他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很难可以去完全的理解到，对他来说，他生活中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其实连他自己都不晓得，因为他会比较是看到觉得哪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最好，那他就想去变成那个样子。那但也不会说他这个人是三心二意，或者说会一直去做改变，不会。他只是会觉得人就是要一直不断进步。当你的方向行不通，或者说当你的方向不适合自己，或者说当你这个方向要怎样做会可以让原本的预估的结果更好的话，那么他就选择那样的方式去做。所以其实他这人本身来看的话，算是还蛮有上进心，或者是说其实是蛮积极的一个人。只是难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有点猜不透，甚至你会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如何跟他相处，或者是说去抓到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点。好，我们看一下第3章。好，那第3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5。好，那权杖5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他这个人是不害怕冲突，只是他不喜欢冲突，他希望大家是能够好来好去。那如果说真的是有影响到了彼此之间的权益，或者是说在对于双方之间的关系里面是真的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误会的情况之下，他通常是会选择去用调解的方式。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的话，这个人他也不会跟人家客气。然后再就是这个人他本身的性格的话，或许啦，有人会觉得是可能还蛮冲的，或者说可能会有点按耐不住，或是说他这个人是能够吞下一口气，但是当他情绪来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一口气其实就非常的难以咽下，他就是会比较倾向于说就会直接的爆发出来。所以或许也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的性格没有到非常的好，或者是说当他的情绪来的时候是有点掌控不到，那么他就会选择去以改变自己，让自己能够变得比较随和的方式去融入大家这个生活圈，或者是说融入在一个他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圈之中。那只是这个人本身的性格，其实他不怕跟任何人产生冲突，只是他不喜欢有任何的冲突。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本身的想法上面，洋洋会认为是蛮成熟的，是蛮有就是知道说自己的缺点在哪里。那当自己知道缺点的时候，他就尽可能去避免让自己的缺点去外露，或者是说让自己的缺点是会被别人说话，或者是说被别人给诟病。那这个人其实看起来他给自己的生活中压力是真的还蛮大的，蛮有自己的一套的想法。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呢是有符合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你渴望被爱的思念还有心痛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第1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像看这个人，他躺在床上，外面下着雨，看起来一副病恹恹很痛苦的样子。好，那这句话就蛮明显的，其实对方他是明确的知道你渴望被爱的那种心痛的感觉，或者说心里面非常不好受的一个感受。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其实每当想到你或者是说这份关系的时候，他确实也会如同跟你一样，跟你一样会觉得这段关系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进展的话，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他也会能够明确感受到你的心情，或者是说你个人的状态，或者是你现在目前呢，如果说你们关系真的没有到那么好的话，
或者说没办法有明确进展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它让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可是目前看起来的话，没办法知道到底他有没有想要为了你们这段关系做一点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想法。因为目前只能看到他是知道你是痛苦的，那你的思念之心的话，他可能不是很确定知不知道，但是可以非常肯定的是，他明确的知道其实你们心里面会因为这段关系的状况而感受到一丝丝的心痛，或者说感受到非常的痛苦难耐。好，来看到抽到的第一张，这边我们抽到的是钱币7。好，那钱币7呢，就代表说其实他能够明白你们的痛苦的程度，那他也知道其实你们当面对于说自己觉得很痛苦的这段期间这个时期，或者是说没办法关系上面有明确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状况之下，其实你们还是会很努力的继续把你们该过的生活给过好，或者是说你们会很努力的把自己的状态照顾得很好，并不会因为失去了他之后，或者说没有因为没有他而让你们生活也过得很糟。那只是他也明白你们会忍着心里面的痛，忍着心里面的痛苦，然后把你们自己的状况，把你们生活给继续的经营下去。所以对他来讲，你们的痛苦其实你们会把它隐藏起来，你们的外表所让人感觉到的依然是那一种愿意为了生活继续努力，然后为了生活继续打拼，不会因为了感情而让自己的生活的步调停下来。第一个的话，有可能是他觉得你们这个人或许比较爱赚钱，或者你们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你们这个人对于他来讲，可能你们的对于感情的部分并不是放在第一位。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意味着他觉得或许你们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所以在对于自己的情感的部分的话，就也不会到非他不可。所以他会认为，或许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如果等待时间到了，或者是说等你们真的受不了的话，那或许这段关系你们就会选择去放开跟放下，因为有可能你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其他的人会去代替原本他在你心目中的那个位置，或者是说原本的那样的定位跟意义。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蛮懂得，不能说他懂你，只能说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于说你这个人的认知是有一些他自己的比较自以为是啦。因为其实他知道你们痛苦，可是他看起来似乎也没有觉得说自己想要特别做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来抽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是权杖8。好，那在这边的权杖8的话，也人会更加的比较认为说，其实在对于他而言，他会认为说，其实你们会努力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跟目标，所以就算真的没有他的话，他也会觉得其实你们应该也不会到说生活过不下去，或者是说就永远孤独一个人。或许在你们身边，对他来讲的话啦，他会觉得或许在你们身边是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有其他的追求者，或者是说你们很快就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另外一半，或者说很快就可以有一个自己人生中新的人。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就是他会认为，如果说这段关系你真的受不了的话，那你自己其实就会主动，自己会想要去维系好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不用等到他来主动经营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然后在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有可能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要彻底的结束，或者是说你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开的话，那么他还是会想办法想要把你挽留在他的身边，或者是说他会愿意可能改变一下他自己的方式，就是跟你相处的方式，然后来去跟你相处，或者说来去跟你继续经营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他本身就不太想要
希望这段关系就这样子随意的离开跟结束。然后再来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有可能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的话，就是如果说还没有到最紧要关头，或者说到非他决定不可的时候，他还是会希望先维持在关系之中目前的这个状态跟状况，因为他也会认为，其实照理来说，只要在你们的关系里面，通常应该是你是比较主动的那一个，是他不太需要去担心，或者说他也不太需要去操心，说这段关系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有个更加进展的这个机会，或者是你也会尽可能的把自己塑造成越来越好，所以他也不太会担心，就基本上不太会担心你，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务实啊，然后就是很会把自己的生活规划得非常好，或者是说会把自己的生活给照顾得很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皇后。好，那钱币皇后的话，就意味着在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认为其实两人之间的羁绊是非常的深，你两个人之间要断联，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或者说两人之间的关系要结束的话，也是除非有一方真的下定决心了，那么关系才会彻底的结束。所以只要他会认为你没有做任何的决定的话，这段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的异动，就不会有任何的状况。但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这段关系要结束，还是要怎么样的话，那他就觉得就是他可能自己心里面要有所准备好。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可能跟钱财、商业有很大的关联。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你们是共同生活圈，他觉得其实跟你之间相处是蛮合得来的，然后他也很习惯你都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就是他也不会担心太多，或者说他也不太需要去想太多，去考虑太多。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他会认为，其实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或许双方之间羁绊除了够深之外，相处上的习惯也是配合的非常的好，就也不会有任何太多让他觉得其他的状况。所以对他来讲，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就算真的比较没有什么样的互动，就算你再怎么的痛苦跟难过，但是你还是会继续维系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其实两人会觉得这一个人会有一点在撬着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就是比较不会他比较不会去担心说你们会离开他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始终一直认为你们就是会一直都待在他身边，你们就是会一直想要去照顾好这段关系，想要去维系好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也不太会想要有因为担心你们的离开而做什么，或者是说害怕失去什么。所以或许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是不是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或者说你可能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的多，就是会很担心对方是不是会不爱你，或者说对方是会讨厌你，或者是你要怎么做才能去挽回对方，才能够把对方绑在你们身边。那其实这一切他都有看透，他也都看得很清楚，他也都非常的明了，所以他也不会很害怕说有一天你们真的会离开他，因为他就认为你们就是不会，你们就是会一直选择忍痛的方式继续维系着好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如果有一天真的怎么了，他回来找你们，其实你们还是会愿意双手的拥抱他，会愿意双手的接纳他回来。好，因为这边看起来的话，我们有非常多的宝剑不对，是权杖牌不讲错了，是钱币牌。所以很多钱币牌的话，通常也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缘分也是蛮够深的，或者说这段关系两之间相处上面是蛮有互动性的，就也不太会需要担心的太多。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抽到的是落实。好，
落实的话，这边大概两人会分两种意思。第一个是，他会担心，其实他也会想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受不了的话，那你可能会选择忍痛的离开这段关系，因为放下所有的一切，这样子自己离开，这是第一种含义。那第二个含义的话，就有可能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你可能就会选择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你就会选择继续心痛，然后就也不会想要做点什么样的任何的事情。对，那其实不管是属于哪一种，他都会认为你都会选择去忍痛的接受当下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忍痛接受所谓的现实。那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缘分里面的话，就是对他来说，看到你觉得很痛苦这件事情，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听起来有点像，有点不太，就是很像废话嘛。他知道你痛苦，但又不想做什么；他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他又不想要去改变什么，就是只想做他自己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抽牌。好，这边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王牌。好，那权杖王牌的话，就代表其实在两个人之间，对他来说，你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跟新的作为，就是当你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当你真的觉得自己是痛苦，然后关系上面是没办法有所进展，或是这段关系是都一直没办法有明确的你所想要的结果的话，那么你应该会想去改变你的方式跟做法。那其实对于说整体牌面上看起来的话，或许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真的都卡住了，你也不想动，你也不想改变，那改变的就会是他。那可能他就会选择看要是用什么样的新的方式跟你相处，或许是跟你拉开距离，或者是说跟你继续耗下去，对，就是维持现状，或者是他可能就是人选的突然不见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在对于关系之中的话，他也不会太过于去局限说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或者是说要去多顾虑到你的心情，因为他也会觉得其实现在的你有点像是，如果你真的也都可能大部分的好像都没有特别的想要做的做法吧。对，有一部分的人的话，看起来就是他有意识到你们可能想要跟他告白，他可能心里面有点紧张。那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于你们，而不是说很开心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啊。对，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牌看起来其实有点虽然是负负得正，就是两人之间，他在对于说你的理解的话，会认为关系里面其实真的是蛮缺乏了一些很重要的元素，或者是说缺乏了一些他觉得可能必须要去一起克服的事情，或者说可能要去面对的挑战。那两人之间的话，关系之中没办法有所进展，势必要有一个人特别去最主动那个。那他认为你应该会是最主动的那一个。可是当你最主动的你是主动的那一个人的话，那他也会害怕说，如果他又表错情，或者是说他要怎么做的话，是不是让这段关系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尴尬？因为其实以整体台面看起来，对方不太会担心会断联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已经断联的人选到这一组的话，那有很高的几率就是说，你或许啦，对他来讲，你可能会选择就是维持现状，两人间就不要继续有所联络，那可能就不会担心那么多。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世界牌。好，那世界牌的话，代表两人之间的目前的相处的状况，或者两人之间相处的模式，其实已经算是蛮固定了，或者说真的也算是认识了非常的久。所以本身如果说真的要有所改变，或者说真的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异动的情况的话，其实他心里面也不会有太多的担心跟担忧，因为
再怎么样，这段关系依然就是会维持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最差顶多就是好几天没有讲话，或者说1-2个月没有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但是如果说都一直有在联系的话，他觉得其实就会以现在的相处的模式为主，就是不会有太多其他的变动。而且他也会认为说，其实两人之间本身在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进展跟发展的话，你应该也是明白能够努力的空间你都做了，那都没有所改变跟改善，那就只能是依照你们自己所认为的那个方式继续相处下去，或者是说依照你们所认为没有辙，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所扭转的局面，就一起的那种模式往下走。所以看起来其实对他而言的话，我们这段关系就算你再怎么心痛，你再怎么痛苦，或者是说你再怎么的不知所措，再怎么难过，其实这段关系依然呢就是会以现况，然后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因为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他知道你心痛，但是他却没有想要做任何点什么。对，觉得也不会想说要去挽回你们之类的，或者说也不会想要去让你们知道他很在乎你们的这件事情。好，其实他都有观察到，然后他也都有感受到，但是他的任何的行动所作所为看起来都更像是任由你去发展，任由你去这么做，或者是任由你自己去痛苦跟难受。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权杖2，那权杖2在这边就意味着说，两人之间呢这段关系不是结束，不然就是维持现状啦。就是说他知道你其实都一直很想下决定，你其实一直都很希望去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进展，明确的结果，或者是有明确的方向，但是不管怎么做都一直没有办法得到。那你现在就有点像是说在跳华尔兹一样，就是一直都停留在原地，就是一直都不进不退，也没有把任何的事情拆穿跟说破。那如果说当你选择去拆穿说破，或者说当你真的决定要去做任何下一步的话，他也会认为其实你应该是准备好了，而且你的生活周遭的任何事情，你的心情，任何都是已经到万事俱备。对，所以他也明白到说，其实你这个人也算是一个不能够被糊弄的人，只是当你还没有决定之前，会一直愿意的停留在原地，会一直愿意的跟他耗的原因，也是在于说你是在乎他，你是在意他的。可是当你再也没有这些的枷锁，这些束缚的话，那他也明白，当你做决定之后，任何的成果应该说任何的结果，任何的状况，你都会愿意去承受跟承担。所以当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也不就是说不太会到因为你怕自己太难过太受伤而没有所行动。所以他会认为说，其实当你真的决定好的时候，就是真的要面临到结局或者说结果，他也必须要给你有所回应，也是必须要跟你讲清楚他自己真正的想法，或者是说他可能也必须要在未来这段关系去做一个明确的抉择，或者说明确的决定的这个方向，关系的方向了。好，所以看起来呢，这一组的话能量啦，看起来其实会有点偏向于说，他就放着你不管，他知道你会怎么样，然后他也都知道你的情况，但是在对于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的话，并不是他觉得能够做到的。对，好，看一下第3个部分。第3个部分的话，哇，一个小朋友还是一个男人，他很怕看到鬼。好，那这边的话，有人会把它解读成为说，其实这个人他也知道你会有点刻意的想要去逃避跟逃开
一个不属于你，也说你不想要知道的真相，或者说你可能不想要去面对的事情，或者是说不想要去挖掘到的一些比较更加隐藏起来的事物跟事情。好，洋洋先喝个水。好，所以意味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也知道说，其实你也不太敢轻举妄动，你就是只会维持在原地就好。所以，其实他这个人有点，就刚前面所提到的，他真的拿翘，然后也是明白的知道，明确的知道你们的性格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就是他把你们吃得死死的。这个人有点坏。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下一张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二。那宝剑二的话，就意味着说，在关系之中的话，对于他来说，看起来比较像是他不太最近的他，并没有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最近的他想要先维持在现况就好，然后想要先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目前的相处的情形为主。就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那最近如果说你的心情是真的非常糟糕的话，很痛苦的话，那他可能会想办法想要去安慰你，然后让你的心情跟让你的心思去比较平静。可是你要他真的做决定的话，除非最近是真的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要不然基本上他不会做决定。要不然大部分，但如果说真的你要逼他做决定的话，他还是会做决定，但是他并不会跟你说清楚跟说明白。如果说他真的跟你说清楚说明白的话，他一定有隐瞒了什么，有隐藏了什么，没有让你们明确的知道。所以因此最近的他会以比较是为那种转攻为守，或者是说就是现在以比较防备的姿态去冷淡的面对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他现在其实不太希望说两人之间会有针锋相对的时候，因为他也明白的知道说两人之间如果说真的过得不愉快，闹得不开心的话，其实关系上面呈现出这种比较尴尬的局面，对谁都不好，对谁其实都是一个蛮伤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这边抽到的是钱币国王。好，那钱币国王呢，这边意味着说，其实关系里面他还是有相当一定程度上面的把握，会认为两人之间就算再怎么糟，再怎么的不好，那他还是会，你还是会，有的时候因为现实中而选择去妥协，或者是说因为现实的情况，你愿意去调整你自己的方式，调整你自己的步调，改变你自己的模式，会以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这个状况，就是他有点是把你们的性格给拿捏住了。然后再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抽到钱币国王，然后我们前面抽到钱币皇后嘛，所以他认为其实你这个人蛮懂得，会因为当下的时事的情况，或者是说会因为当下的状况而去选择以一个最不会去伤害到彼此关系，或者说不会去伤害到彼此情谊的方式，或者是不会让两个人之间都过得那么的尴尬，或者是比较不会没有话聊。那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已经断联中的人，他会认为你应该是会主动找他的那一个，只是当你真的都准备好的时候，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刚刚就前面提到的，他明确的知道其实你们是痛苦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其实你们心里面还是很思念着
希望他可以给予你们一些的笑容，或者是说可以把一些的注意力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他这个人目前看起来就是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情况为主，以他自己个人目前的生活当下为主。他也会认为其实你都会把你自己照顾得非常的好，会选择去忽略掉一些你可能也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些的现实，或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些生活中所可能必须要去真正决定的事情上。但是如果说当你真的要去做决定的时候，其实他会陪着你一起做决定，他也会去尊重于你的任何的决定。好，来看一下最后一张。最后一张的话，能抽到钱币耶哈。我们现在抽到的是钱币王牌。钱币王牌呢，就等同于说，其实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断联中的关系的话，那蛮明显就是其实对方会，他一直笃定的认为你应该，如果说当你真的冷静下来了，或者是说当你可能真的想通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其实应该就会恢复联络，会恢复联系，会恢复有所的互动，并不会就这样子完全的断掉了。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就是解释表示说，其实你这段关系无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他知道其实你会给予你们自己找到一个适合你们的出路，或者是说给予你们自己找到一个适合你们自己的方向，或者是说比较不担心你们会因为他而失去了你们自己。对，你看我们这边都一直抽到的是钱币嘛，权杖。对，你看你们这边所有的牌中都没有圣杯，所以你们就必须要明确知道说，其实对方对于你们真的没有到特别的有感情，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虽然你一直都很努力的去经营着，你很努力的想要去把对方留在你们自己的身边，但是一直以来这段关系缺乏的就是情感中的交流，或者是说就是缺乏两之间相互能够在一起交往认识彼此的这个机会，就是他本身是有点忽视，他或许也可以是因为你们不是他喜欢的对象，或者说他可能对于你们真的也还好，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相反的，他反而会认为说你们这个人是相当值得认识的人，深交的朋友，看起来也还好对，看起来就有点像说那种萍水相逢，可能如果可以的话，但还是蛮希望说，可以跟你当朋友，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蛮不错的。但如果说真的是没办法当朋友，两人之间就只能在恋人跟陌生人之中选择一个的话，那么他现在觉得没有办法去回复你的心情，去回应你的感情，那么他觉得能够做的，那就是让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就维持，然后就宁可去做陌生人。所以只要你能，如果说你继续选择装傻，你继续选择待在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也不会到说真的完全离开，还是会有机会，会有可能这段关系是能够跟对方有进一步的相处的可能性。但是承诺的部分的话，真的是蛮困难的，不太会有可能啦。对啊，所以目前以整体来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啊，对他来讲，他知道你是心痛的，但是他不知道说，其实你心里面也是思念着，希望他能够给予你爱，但他知道说，你其实好像蛮想要在一起的，可是他没办法回应你们，那他就选择去漠视，去冷漠的对待，让这段关系维持在现况，或许对彼此双方来说也都会是最好的。好，那今天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呢？好，那也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
那第一张牌的话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世界牌。那世界牌的话，因为这个比较裸露一点，对 YouTube 应该会把它列为黄标，所以如果说是一般会员版的话，这个目前你们所看到的画面的话，应该是已经有打马赛克了。好，那如果说是在抽到世界牌的话，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人生应该是也经历过了蛮多的历练，或者说他的性格上面话，当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是真的蛮成熟的，或者是说会觉得这个人会意外的很靠谱，会能够给予蛮多有用的建议，或者是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的想法。那在平常的时候又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好像有点顽皮，或者说有点幼稚，或者是说他这个人的性格看起来有点乐天，就好像是那种无害的小绵羊一样。但殊不知，其实这个人呢，他的城府算是还蛮深的。那但也不能说因为他心机很重，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是懂得容易去运用他自己本身的优势跟优点，去先保护他自己。因为大部分来说，以他的角度来看，唯一是只有将自己隐藏好，或者是说，把自己最真实的个性给隐藏起来，才比较不会被别人给拿捏、抓住把柄，或说被他人给利用。所以其实这个人他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蛮懂得去应用在自己身上该如何去保护他自己，或者说他该如何去跟别人相处。所以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应该也是说，以你的角度会觉得，其实他这个人呢，是蛮懂得跟别人应对的，或者是说，他的生活看起来其实就好像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就是蛮顺遂的一个人。但其实事实上，很可能他的过往的人生经验里面，也没有到那么顺遂，他一定有他自己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或者说他必须自己也要去面对的一些的难题，或者说他也是经历过了一些让他觉得非常难以去承担承受的痛苦。那就在随着这些的痛苦，他跨越了，他去改变了他自己之后，他的思维，他的做法，所以才会成就于现在他在你面前是如此的耀眼，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好像就是没什么太多的烦恼。或许他的烦恼对你来讲是一个无伤大雅，或者是说并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以他的角度来看，他觉得他的烦恼当然跟他以前自己的烦恼相比的话，现在烦恼一定小很多。那但也是因为他真的解决了，或者是说跨越了，去完成他的人生中的每个阶段的课题，所以现在他才会能够如此的自然，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压力，或者说可以比较开心、轻松、愉悦的方式在你面前展现出来。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八。好，那权杖八呢，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的话，如果说你们刚开始跟这人相处的时候，跟他认识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这个人是蛮热情的，或者说其实这个人是蛮喜欢跟你有所实际上面对面互动。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其实也比较不喜欢大家扭扭捏捏，或者说其实他比较向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上面是比较诚恳，或者是说是可以透过实际上互动的方式去多了解到彼此的性格，多了解到彼此什么样的点，因为他觉得实际上相处的那个一切，那才是最真实，才是他所想要的，也是他一直以来比较能够去接受的。那当你越想要去，如果说你很喜欢他，他不喜欢你的话，你努力去追求他，或者说你努力的去对他好，其实这个人通常呢，就像一阵风一样，很难抓得到他，甚至你会无法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然后也很难可以掌握得到他心中。其实你会觉得这个人他的各种的行程，他的人生的
平常的步调的话，是很难可以掌握得到的，甚至他可能会有一种迷雾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看不见的一层纱，好像这个人他仿佛跟你相处下来，你会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是没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当你真正想要细细的、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无法捅破的一张纸，或者说很难去跨越的一条线。那当然就是因为对他来讲，他比较难以把自己的心思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的人身上。这个人他们本身在面对于友情或者说感情，反正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部分的话，他这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由他来主动去邀约，由他来主动去找对象。如果说是别人来主动找他，他这个人其实难免会比较有点龟毛的是，他要看他的时间，看他的行程表。那如果他刚好没有空都 OK， 那除非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已经认识了非常的久了，或者说你跟他之间的相处其实已经认识了相当一段时间，那他对于你就比较没有太多的压力，或者是说愿意多跟你有互动的这个机会，要不然基本上会很难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心思跟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这个人就是很喜欢狩猎，所以当他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他会非常极度的主动，他不会是一个等待对方来的人。如果说是等待的话，就表示其实他没有很爱那个人，对，因为他这个人其实是比较渴望可以马上知道答案，他这个人是比较没办法接受关系啊，或者说两人之间的状态是那种暧昧不明的，对。然后他很喜欢那种冒险的精神，对。所以有时候雅阳会觉得看起来这个人虽然是抽到权杖8，但雅阳会觉得其实整体的能量来看的话，火象星座的牡羊跟射手的那种几率会来的比较高，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好，那第3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十。哇，你们现在心中想这个人，他真的有很多的故事诶。好，那如果说是圣杯十呢，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蛮喜欢跟自己觉得能够信任的人相处跟互动。那以普遍来说啦，就是说这个人呢，其实他蛮相信命运的。因为我们这边抽到圣杯十，又抽到了世界牌，所以有人会认为，其实这人他蛮相信命运，他也很相信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所以其实当他真的完全去信任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完全都只会去信任那个，他不会有太多的质疑。如果好，我们先讲，如果说以在普遍的情况之下的话，他在对于那个他完全相信或者说很有一见如故感觉的那个人的话，他其实对他的态度会因为那种毫无保留，然后我一直很想跟那个人互动多了解。但是如果说那个人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实际上不喜欢那个人的话，那么他本身还是会希望关系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友好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说是可以维持在一个双方之间都是很愉快的，是能够去接受这段关系，是不一定要强迫在一起。但是如果真的一直强迫要在一起，那他就会宁可去选择去放弃这段关系，这段好不容易让他觉得是得来不易的友谊，或者说让他觉得是非常放松很值得去投资的一段的缘分。然后这个人他非常重视他的家庭，非常重视他的亲戚们之间的互动，或者是说他跟他亲朋好友、挚友们的互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不管再怎么忙、再怎么累，或者说再怎么不愿意，他都会愿意花时间去陪伴那些让他觉得是相当值得的人。所以因此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被他给忽略了。那我们不管你们到底是有没有交往，那只是以他这个人来说，他本身就是会很在意人与人之间这个交易啊，或者是说网络联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针对说家人。其实他这个人非常向往组织家庭，或者说非常向往是有一个家庭的关系，非常向往
有一个家族的和谐的感觉，就是他很希望、很渴望自己可以拥有一段让他感觉是很舒适的，能够去完全依靠的缘分跟感觉。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对方他是知道你们心里面在对于说这份爱，你们思念或者说心痛的渴望吗？好，要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第1张牌的话，看见这个人好像很冷哈，就是它包裹着蓝色的皮衣，或者是像蓝色的裹布，把自己包裹在一起。好，那这样的话呢，在以他的角度来说，暂时还没有办法明确知道他是不是知道，或是他明白你们心里面对说这份爱的思念，或者是心痛，或者是渴望，但是对于他而言，他是知道，其实你们在对于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你是有一定自己的程度的期待，或者说你其实会有一些自己所期望能够让这段关系有发展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会有一个这方面的想法，只是在对于现在或许目前的状况当下的话，他的认知会比较在于说，你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是有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真的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让你们现在心中的感受是属于比较痛苦的，或者是说心里面的感觉是比较孤寂的，是比较害怕面对现实的。那以他的角度来说，就比较不会去特别联想到是在关于感情的地方，或者说是在双方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最尤其你们之间的缘分是还没有明确的讲开来，这段关系中的何去何从，那基本上这个人他在对于你的感情就是仅仅是如此而已，倒没有那么的多。但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有让对方的明确的知道你们是喜欢他，是在意他的话，那他其实也不会往这方面方式去联想。所以无论在你们最近有什么样的举动跟作为，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表现的话，不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或者说也不会去能够推动于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然后我们再来所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呢，意味着其实在2人之间的这段缘分，好，还是别的不说同样的话，他会认为现在2人之间的相处是比较缓和的，也是比较稀松平常，比较没有想要往情感这方面去走。那如果说真的想要往情感的这方面去走的话，那本身在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呢，比较会是透过日常生活的相处当中，慢慢的去建立2人之间的情谊，2人之间的关系，2个人之间的羁绊。所以也是蛮明显的明确知道对方本身在对于你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没有特别的感觉，所以他不仅不知道你的思念，他也不知道你的心痛。因为像我们第一组就是知道后面是知道说对方他知道你的思念的心情，然后第2组是对方知道你心痛的心情，但是第3组目前看起来的话，比较像是或许有可能你们2人之间的相处是属于那一种蛮关系密切的。如果说没有关系密切，就可能关系上面就真的很普通，那2人之间就是交流啊交谈上面并没有到那么的，你的目的性、你的企图心可能没有到那么的强，所以其实对方可能也明确感受不到。那如果说你有展现很强，有让对方明确知道的话，那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缘分的话，他就没有想的那么多。
那也可能是你们也愿意去妥协，就继续当成是那个护花使者的角色。可是那当然这样对于你们本身来说，就会是一件蛮吃亏的事情，因为就是你们在等这个人给予你们答案，就是给你们答复，但是对方却没有想要给予你们任何的作为，或者是说也没有想到给予你们任何的方式来去对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的话，蛮明显的讯息是，现在就只能且走且看，然后就看看对方他之后想要去如何的应对在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因为对方目前他真的也没有想要特别做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了，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的态度，他没有想更进一步啦。然后他其实对于你们，他也没有想的那么的多，就是很稀松平常的想法而已。可能跟你们自己本身的期待的话，是有一个蛮大的落差，就是完全相反的。你们可能会希望说可以吸引到他的注意力，但是不偏不倚，他就觉得你们可能只是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不会到说是真的跟他有关。如果说你们跟他讲说可能跟他有关，他觉得你们是在开玩笑，或者说他可能觉得你们只是把事情讲得太严重了，或许事情上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星星牌。星星牌的话，在这边的话，洋洋会比较意味着给他的解读是在于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相处的这个情况的话，很有可能一直以来你所展现出来的样子都是属于比较正面的、比较积极的，或者是说你是属于比较开朗乐观的，然后是比较能够去安慰他的，你是比较能够给自己找台阶下的，那你也是对于自己的人生的未来规划跟方向也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想法的。所以当他遇到现在你这个样子的状况之后，他其实也会认为你应该很快就会振作。那如果说你真的展现出应该说你现在也没有展现出到一种很绝望的样子，只是你看起来可能最近比较萎靡不振，或者说最近你可能看起来比较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的情形，那他也会认为说其实也不会到那么的痛苦，或者是说也不会到不晓得自己应该要如何去维系好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在，所以他确实是感觉不到你任何的心痛，任何的思念哦。思念可能在星星牌本身会有一点点的意思，但是因为如果说我们跟前面的钱币骑士搭配起来的话，比较像是就不会往思念的方向去解释，比较会像是说你在对于自己的人生未来的规划跟方向，你是有你自己的计划的，然后你是明确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明确知道自己应该要去朝什么样的方向去调整。那你只是很专注在于你自己本身的个人计划，那可能你个人的计划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可能现在有点卡关了，或者说你找不到突破的点，或者说找不到更加精进的方式，更加去贴近你的梦想这件事情的话，他觉得你应该只是特别在针对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往思念或者说爱情那个方向去走。这个人呢，他本身对于说你这个人的理解的话，会比较偏向于说认为，其实你这个人蛮有自己的一套的逻辑，或者是说你蛮有自己一套的想法在，那就也不太会一直想要把感情绑在自己身上。他会认为，其实你这个人应该蛮聪明的，或者是说认为你这个人应该都是很有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说很有自己的目标，比较不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甚至他有时候也会认为你可能也不太需要谈感情，除非你们真的有很明确让他知道啦。但是他觉得你们还是会先把感情放在最后，就是他一直觉得你这个人蛮活在当下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我们抽到的是圣杯9。你看很明显啦，那就是更加就是知道说，其实对方一直都还是会认为你会把你自己照顾得非常的好，而且你一定会让你自己的生活不会有太多让你感觉到是痛苦的，或者是说你会自己把
让自己觉得很痛苦的那个环境，或者说痛苦的那种生活的模式，你自己会去把它改变，你自己会去跳脱，或者是你其实自己会想办法去让你的心情比较好一点。所以他本身会认为说，你这个人其实应该没有太多的烦恼。如果说你真的有让对方知道说你很在意感情，你很想要谈感情的话，那他也会认为其实你这个人本身应该也是不太缺乏情感的对象，或者是说不太需要去为你担心是不是你现在没有人，或者是说你是不是没有一个可以在一起交流对象，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人本身就非常的有魅力，不太需要担心所谓没有感情对象这件事情。那如果说真的没有感情对象的话，也会因为你自己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各种的魅力，你也是很能够去吸引到更多的人对于你的好感，就是你本身就不缺乏感情的对象。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个人会给自己找乐子，或者说会给自己找到一个能够去调节，或者是说去舒缓你心情的方式。所以他本身也不太会去担心说你哪里心情不好，或者是说你哪里很痛苦，或者说你最近的状态是不是有多差，顶多他会关心你一下而已。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因为你的一些的行为、一些的动作、一些的表现，然后来去让他对于你的感觉是会有好感的话，或者是说会想要在意你的话，目前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是没有的，因为他还是比较针对于是在他与自己针对在于说他对于你的理解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到你心中所期望的那样。所以你们或许可以思考看看说，可能要换另外一个方式跟对方相处，或者要换另外一个方式让对方来去了解你这个人。因为看起来目前是你们这个方法的话本身是行不通的，就是装可怜啊。我们洋洋不太确定你是真的装可怜，反正就是表现出楚楚可怜的样子的话，其实对他来说，这个你们之间关系啦，不知道对他来别人对他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但是至少你对他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激起你所想要的那个结果。对，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可能再重新思考一下，本身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你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做太多，有点是做有点太夸张了。如果你们真的很痛苦，对方又不想要去安慰你们，又觉得你们无所谓的话，那你们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要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好了。好，第二个部分的话，哇，他觉得你们真的很强哈。所以不知道这一组的你们是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独立的人。你看这个人就自己爬个山，然后还可以去像登山一样自己征服了这座山，又不太需要去担心，然后好像也没有人。所以对于他来说，第一个是这张牌本身，洋洋会觉得说代表的含义跟镜像，就是第一个是好胜心。那第二就是会有自己的人生中的目标，第三个就是不畏惧任何的危险跟困难，然后第四个就是很有冒险的精神，那再来第五个就是很有自己的生活中的步调跟自己生活中的想法，会很有自己生活中的一个规划。那更加的明显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在对于你这个人的解读会认为你好像一个人可以过得非常的好，你可以活得非常好，不太需要有其他的人。那当然对于你们而言，你们会来看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还是会希望他能够照顾你们，但或许是你们表现出一点太独立了，应该说一直以来啦，表现出一点太独立，所以导致于说让他对于你们这个人就比较没有那种疼惜的感觉，没有怜悯的感觉，甚至也没有太多一些情爱的感觉，就觉得你们这个人好像真的是无畏无惧，是不惧任何的风险，然后是很能够给予你们自己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人生的目标或者是方向，就是好像不需要任何人的这个情况。那理所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是你们不想去让任何人担心，所以只好把自己塑造成出这个样子。但你们实际上也很希望有一个人是可以陪伴着你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的辅助牌，大牌。好，真的是大牌耶。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太阳牌。那太阳牌就等同于说，他真的觉得你们很强，他觉得你们真的很乐观，然后他觉得你们这个人就是不畏惧任何的不会有任何的失落的感觉。如果说你们真的有失落的感觉，你们也一定很快就会走起来应该说会振作起来啦，讲错了。会振作起来，或者是说会能够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做，自己应该要怎么过，或者是自己应该要怎样去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本身就真的也不太会去担心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你的一些的所作所为，或者是说你一些自己个人的状况，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在情感里面你可能真的很需要有人去陪伴你这件事。因为在太阳牌本身的话，它对于你的表面上对于你的理解通常是属于比较表面上的，它比较没有看到更阴暗的一面的你们，或者是说你们也有脆弱的那个地方。因为再怎么耀眼阳光终究是有一个阴暗跟阴影的地方，但是他都只有看到你们最耀眼的那个部分，却都完全忽略了你们其实总是在照耀他人，可是却忽略掉你总是照耀别人，其实你也是还蛮累的。他就是一直都觉得你真的充满着无限的活力，然后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是有相当一定明确的方向、明确的想法，然后你们的态度、想法都会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的这个程度，就是比较不会因为了感情而选择停留下来，或者说不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困难，然后就一直萎靡不振。他对于你的性格的这个部分的话，就也不太会太担心。所以你要说这样他到底知不知道你的心痛跟思念没有他真的觉得你过得超好的。他觉得你这个人呢，好像就是看起来不太需要别人的样子，你只需要你自己。我们来看一下在太阳牌有没有，就像两张的辅助牌到底还有什么样的补充的讯息。好，那我们今天抽到的第一张，好，又是太阳。真的是直接抽，没有自己挑牌。好，那又是太阳牌，那更加去明显去凸显出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所对于你的想法跟对你的认知。不过因为我们左边的太阳牌是一个真的太阳去照亮了所有的星球，但是这边的太阳牌呢是一个女人，她很有魅力的，或者是说她很妩媚的去抬头仰望着脸上的那个天空，那个脸庞。所以就等同于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有你的出现、你的存在跟你的付出，会让他感受得到、感觉得到他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被相处的。就是说是由你照顾他，然后是由你来去为了他好，然后你是打从心底的去跟他相处，并没有去贪图任何关于他的好处，或者是说有任何的企图心。所以他在你们身上是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能够去信赖的感觉，没有归属感，对，然后只有信赖的感觉。所以他觉得其实跟你们相处是能够坦然的做自己，是能够把他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在你们面前表现出来。所以如果说你们曾经是真的有看到对方最痛苦、最难过，然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的话，那就蛮恭喜你们，其实你已经完全得到了对方所对于你的信任。但如果说有一部分的人是还没有得到对方这样子所对于你的方式的话，那也希望你不要太过于气馁，或者是说就认为对方好像在对于你们就没有特别的感觉，没有到这样子，只是单纯于对方本身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现在只是认为还需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在你们面前展现出那个的样子，所以这边可能会分两种解释。不过不管是哪一种，还是会蛮恭喜你们说，至少你们在对方心里面一定会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朋友，或者是说是一个蛮值得去信赖的一个人。当然在面对情感这种对象，除非你们现在就是稳定交往中的人，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对方觉得你能够把你自己照顾好，他也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说是还没有交往中的人的话，就意味着对方真的对于你们俩之间在爱情这方面想法，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微弱的。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隐者。好，那当出现隐者的话，就表示，他知道其实你这个人做的任何的决定，或者说你所做任何的动作，或者说你提出的任何的想法，其实你都是有属于你自己一套的逻辑，或者是你其实都是有自己的想法，都是有经过深思熟虑过，比较不会是那种一时兴起所要去做的。那如果说当真的有一天你们所说出来的话去伤害到了别人，或者是说你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真的有让双方之间的情感比较有破裂的情况，或者说可能有裂痕，那表示他认为你应该最近真的遇到了让你觉得是天崩地裂，或者说让你觉得心情真的非常差的事情，才让你有所失态。要不然大部分来说，他觉得其实你这个人相当的成熟，不仅外表让人感觉到你是相当的积极、正面、乐观，照耀他人，帮助他人，那你们内在呢又很懂得进退，然后又很懂得识大体，然后又很明白的知道对于你们自己来说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模式是什么。所以他其实本身是蛮相信你们这个人在对说很多事情的一个判断。看起来其实他觉得你这个人如果说真的有遇到什么让你感受到很痛苦、难耐、难过的事情的话，你是能够自己消化得掉的人，而且你自己消化掉，你也不喜欢受到别人的控制，然后也不喜欢被任何人给要求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他也知道你自己是很有一套的想法，然后你对于你这个人生你是会自己去做负责的，就是真的不太会因为想要怎么样，然后就不顾任何的后果就去做。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最能够去符合那种叫什么，你会把整个局面想得比较清楚，讲得比较透彻，才去做那些决定跟行为。对，反正你做任何错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他都会能够站在体谅你的角度去为你思考。所以其实以这部分来说的话，洋洋会认为这个人其实他真的蛮去体贴你的。对，好，因为看起来这个人对于你的想法真的很正面耶，怎么办？就是好归好啦，但是就是比较没有偏向情爱的部分。那你们是刚认识吗？还是说你们在这人面前太会太会把自己照顾好了，比较没有出现你们的弱点？好，哦，好，更惨。好，这边出现的是两个人哈，我们就是看两个女人呢，她们就是会谈论得很开心，好像在聊天一样。所以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对他来说会认为，其实在于你们自己的话，双方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这个缘分里面，两个人，或者说你自己，其实会自己去把自己的生活给调节好。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找朋友聊天，或者说你可能觉得心情真的非常差的时候，也会有人可以陪伴着你。然后再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人，心事呢，可能是藏不住的，或者是说你这个人很有自己的生活圈的方式，不会让自己太无聊，所以他也不太会害怕你太孤僻，或者是说总是会有人可以一直都陪在你们的身边。对于你们而言的，对他而言的话，是真的完全不需要去担心你们这个人
的生活是不是有哪些地方是需要他帮忙的？因为就算再怎么样，还是会有别人会去帮助你，还是有人会来照顾你，还是会有人来对你好。他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不仅呢让人觉得很勇敢、冒险精神、正面积极之外，你又很会去照顾朋友，你又很会跟别人说开导别人，或者说很会成为别人心里面的那个老师、导师，对人生中方向的重要的一环。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八。宝剑八的话呢，我们刚刚前面唯一没有讲到就是他觉得你这个人，我们刚刚前面没有讲，就是他没有觉得你这个人会去愿意改变你的生活圈嘛，所以意味着说其实他有时候会认为你这个人难免啦，当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虽然很有勇敢，愿意去尝试，然后愿意去改变，愿意去挑战，但在对于自己的人生本身这些状况的话，你还是会有点想要把自己待在舒适圈，自己的安逸的生活圈之中，不会想要再去改变你自己。对，就是他有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有点固执，然后你可能有点害怕受到伤害，或者是你可能蛮害怕说，如果你真的改变了你自己一直的思维跟想法的话，那是不是会导致于说，让你的生活的方式跟步调会有所的调整跟不同？所以很明显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之中，以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这个人呢，有时候是真的有点太固执了，对，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会认为你其实是一个相当蛮不错的人，因为你才有办法，把自己身边的好朋友每个人都照顾得非常的好，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找你，只是有时候难免你说出来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太片面之词，或者是说有点太过于以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比较缺乏所谓的全方位去想每一件事情，然后给别人建议。就是给别人建议的话，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像那个叫什么？突然有点想不起来那个词汇。反正就是以白话讲哦，以简单的理解，就是说你会站在你的角度去为那些人、你的朋友们去分享你的想法，但是却很难去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虽然你们刚前面有出现赢者，很会有一些的成熟的那一面，但是再怎么成熟的人，还是会有那一种比较固执的情况。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命运。那命运的话，他会认为其实你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觉得都能够接受，什么都能够包容，什么都能够去顺应，但是实际上你这个人就是会有固执的那一面，然后就是会有让人觉得你其实是比较排斥生命中的任何的改变，或者是说你其实也是蛮不喜欢很多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动性。那有一部分的人或许对他来讲，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过程之中，你有的时候啦，可能会有点白目，没有去留意到他可能的地雷，或者说可能跟你们想表达事情。那有的时候，或许你们真的是比较站在你们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每件事，比较没有去留意到他的处境，或者是说他的立场，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你们好像愿意接受，但实际上他觉得你们的骨子里面是不太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权杖七，你看权杖有没有？就是代表着你根本真的很讨厌改变，你们是对于说要去改变这件事情，你们真的是非常的排斥的。好，那看起来我们这样一载的解释啊，都一直偏题了嘛。但是我们这样讲，跟你们讲说，就是这一个人他本身在对待于你们的想法，就是比较偏向于说，他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很棒，然后对于你的理解
就是如此的片面，也是如此的表面，他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关于你去渴望这段感情中的思念还有心痛，他完全觉得你可以过好你自己一个人生活，就算你缺乏爱情，你现在单身一个人，依然就是会有人会主动贴上你，就是你会有很多人追求你，他就是完全不觉得你会因为得不到他对于你的爱，你对他对于你的爱，然后你们就痛苦。他完全不觉得你很痛苦，他觉得你的痛苦是在于说，可能你有的时候生活太无聊了，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可能日常生活中真的有碰到一些挫折，他反而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太需要谈感情，对于感情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太多的想法，所以他觉得你这个人真的过得超好的。对啊，这应该是唯一就是三组里面杨会觉得，就是对方真的，你们双方之间真的很缺乏互相的真心的了解彼此。以上呢就是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要去看会员专属的影片。好，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